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一，凯洛格称，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 RBC 乌克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乌克兰特使基斯凯洛格近日表示，乌克兰在无人机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凯洛格指出，乌克兰军方在实战中不断改进和创新无人机技术，特别是在侦察、打击和电子战对抗方面取得显著突破。这一技术优势正成为乌克兰在冲突中的重要战术资产。乌克兰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源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实战需求。面对传统军事装备的不足，乌克兰积极发展低成本、高效能的无人机系统。从最初改装商用无人机到自主研发军用型号，乌克兰在2年多时间里实现了从技术追随者到创新引领者的转变。目前乌军装备的各类无人机数量已超过10万架，涵盖从微型侦察机到大型攻击无人机的全谱系产品，技术水平已获得国际同行认可。二，英国和美国将签署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协议。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和美国即将签署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合作协议，旨在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前沿技术领域的合作。该协议将建立联合研发中心，促进技术人才交流，并在关键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加强协调。预计协议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超过100亿美元资金，用于双边科技项目。这一合作框架的推出背景是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中美科技博弈持续升温。英美两国希望通过深化科技联盟来维护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与此前零散的双边科技合作相比，此次协议将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合作机制。从2020年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重申特殊关系，到2023年两国在 AI 安全峰会上的密切协调，再到如今的全面科技协议，两国正构建更紧密的科技同盟关系。三， Penske Media 起诉谷歌，称其利用受版权保护的新闻内容制作人工智能摘要。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媒体巨头 Penske Media 公司近日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新闻内容来训练和生成人工智能摘要。Penske Media 旗下拥有综艺杂志、滚石杂志等知名媒体品牌。该公司声称，谷歌的 AI 系统大量抓取其原创新闻内容，用于生成搜索结果摘要，严重损害了其商业利益和版权权益。这起诉讼反映了传统媒体与科技巨头在 AI 时代的根本矛盾。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兴起，谷歌、微软等公司纷纷推出 AI 搜索功能，直接在搜索页面提供内容摘要，减少用户点击原始新闻网站的需求。与2019年欧盟数字版权指令要求谷歌向新闻出版商付费不同，美国尚未建立类似的链接税制度。从早期搜索引擎简单展示标题链接，到现在 AI 直接生成内容摘要，技术进步正颠覆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和版权保护机制。四，特朗普的旅行禁令阻止国际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据底特律点击报道，特朗普总统重新实施的旅行禁令正在阻止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新政策影响了来自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7个国家的学生签证申请，导致春季学期入学的国际学生数量大幅下降。美国大学协会数据显示，受影响学校的国际学生注册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了约 30%。多所知名大学的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项目受到严重冲击。这一政策重现了特朗普首个任期时的移民限制措施。2017年1月，特朗普首次颁布旅行禁令时，曾引发全美大学校园大规模抗议活动。拜登政府期间，国际学生数量逐步恢复，2023年达到108万人的历史新高。然而，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严格的移民政策再次实施。与上次不同的是，当前的禁令还扩展到了更多技术和科研敏感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学科的学生交流受到更严格限制。5.
人工智能预测 Moorfields 眼科医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圆锥角膜进展。据每日科学报道， Moorfields 眼科医院与伦敦大学学院联合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在预测圆锥角膜疾病进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 AI 系统通过分析角膜地形图和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数据，能够准确预测患者未来12到24个月内的病情发展趋势，预测准确率达到 90% 以上。研究团队利用超过15000名患者的历史数据训练算法，为临床医生提供个性化治疗建议和手术时机选择。圆锥角膜是一种进行性角膜变薄疾病，影响全球约1/2000的人群，多发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传统诊断依赖医生经验判断，难以准确预测病情发展速度。Moorfields 眼科医院作为世界顶级眼科医疗机构，自2016年开始与 DeepMind 等 AI 公司合作，先后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领域实现 AI 辅助诊断。与早期 AI 仅能识别现有病变不同，此次圆锥角膜预测系统实现了从诊断到预测的跨越，为精准医疗和预防性治疗开辟新路径。6. 查理3世国王计划在国事访问期间用皇家盛典来给唐纳德·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据 BBC 报道，查理3世国王正计划在特朗普总统即将进行的英国国事访问期间，举办规模盛大的皇家仪式来彰显英美特殊关系。白金汉宫消息人士透露，访问将包括国宴、皇家马车游行、温莎城堡私人晚宴等传统礼遇，预计耗资超过300万英镑。查理3世希望通过展示英国皇室传统和历史底蕴，加深与美国新政府的外交联系，确保英美关系在新任期内保持稳固。这将是特朗普第2次接受英国皇家国事访问待遇。2019年6月，时任总统特朗普首次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隆重接待。与上次不同的是，查理3世作为新国王更加注重现代外交与传统礼仪的结合。从2022年9月查理3世登基以来，他已接待了韩国总统尹锡悦、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外国元首。随着英国脱欧后寻求新的国际定位，以及面对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全球挑战，英美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7. 科学家发现太阳风暴粒子温度高达6000万摄氏度。据印度快报泰米尔版报道，国际天体物理学研究团队利用欧洲航天局 Solar Orbiter 太阳探测器的最新观测数据，发现太阳风暴中某些粒子的温度可达6000万摄氏度，远超此前预期的1000万摄氏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2023年3月一次 X 级太阳耀斑事件，首次精确测量了日冕物质抛射过程中高能粒子的温度分布。这一发现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太阳磁场重联机制和粒子加速过程。太阳风暴一直是空间天气研究的核心课题，对地球通信卫星和电力网络构成潜在威胁。自1859年卡林顿事件首次记录太阳风暴对地球影响以来，科学家一直试图解开太阳高能粒子的加速之谜。2020年 Solar Orbiter 发射后，人类获得了距离太阳最近的观测平台。与早期依靠地面射电望远镜间接观测不同，现在的空间探测器能直接测量太阳风粒子的温度、密度和速度。这次6000万度高温的发现，为理解太阳内部核聚变如何驱动表面爆发提供了关键线索。8. LIGO 探测到碰撞黑洞产生的引力波，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据生活科学报道，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 科学团队宣布成功探测到2个黑洞碰撞产生的新引力波信号，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此次探测到的引力波事件编号为 GW240915， 源于距离地球约13亿光年的双黑洞系统合并，两个黑洞质量分别约为太阳的35倍和25倍，合并过程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个太阳质量转化为引力波，整个过程持续约 0.25 秒。引力波的直接探测是21世纪物理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爱因斯坦1916年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认为其信号过于微弱，无法被探测到。经过50年技术攻关， LIGO 于2015年9月14日首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信号 GW150914，
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新时代。从最初的概念验证到如今每月都能探测到多个事件 ，LIGO 已累计确认超过90次引力波事件，与早期只能探测到大质量黑洞合并不同。升级后的 LIGO 还能捕获中子星碰撞等更丰富的天体物理现象。9. 希科尔斯基质疑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指出布达佩斯备忘录未能履行。据观察者网报道，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拉夫·希科尔斯基近日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发表讲话，质疑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不够充分，并直接批评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未能有效履行承诺。希科尔斯基指出，当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是基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的前提，但俄乌冲突爆发后，签约国未能履行保护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义务。他呼吁西方盟友重新审视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机制。布达佩斯备忘录是冷战后核不扩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12月5日，乌克兰与美英俄3国签署该备忘录，乌方同意销毁境内约1900枚核弹头，换取3国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然而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该备忘录的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与当时国际社会仅限于经济制裁的温和反应相比，2022年俄乌全面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提供了大规模军事援助，但仍未直接军事介入。希科尔斯基的表态反映了东欧国家对现有安全架构可靠性的深度担忧。10. Apple Watch 将在150多个国家每地区提供高血压通知。据 CNET 报道，苹果公司宣布将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 Apple Watch 高血压通知功能。该功能通过内置传感器监测用户血压变化，当检测到异常升高时，及时发送健康提醒。新功能已获得美国 FDA 医疗器械认证，并将与 WatchOS 11.3 系统更新一同发布。苹果健康副总裁凯文·林奇表示，这项功能每年可能帮助识别数百万潜在高血压患者，显著改善全球心血管疾病预防水平。高血压影响全球超过13亿人口，被称为无声杀手，是心脏病和中风的主要风险因素。苹果自2018年推出心电图功能以来，不断扩展 Apple Watch 的医疗监测能力。与传统血压计需要主动测量不同，智能手表的连续监测为早期发现和预防提供了新可能。从2015年首代 Apple Watch 仅有基础健身追踪，到如今具备心电图、血氧检测、跌倒监测等专业医疗功能，苹果正将消费电子产品向医疗设备转型。此次高血压监测功能的全球推广，标志着可穿戴设备在慢性病管理领域的重要突破。11. 俄罗斯和中国开始免签证旅行，引发对中国在西伯利亚扩张的担忧。据真理报报道，俄罗斯与中国正式启动双边免签证旅行政策，允许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停留最长30天而无需申请签证。这一政策覆盖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城市，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边境重镇。俄方统计数据显示，政策实施首月，中国游客数量激增超过200%，预计全年将有超过100万中国公民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然而，这一便利措施引发了部分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对中国在西伯利亚地区影响力扩张的担忧。中俄免签政策的推出反映了两国关系在制裁背景下的深化合作。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面临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加速向东转，寻求与中国的更紧密联系。与苏联时期中苏边境封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两国边境贸易日益繁荣。2023年中俄贸易额突破2400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通过陆路边境口岸完成。从1969年珍宝岛冲突到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如今的免签便利，两国关系实现了从对抗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西伯利亚人口稀少但资源丰富的现实，确实为中国企业和移民提供了新机遇。12. 中美重启关税和 TikTok 贸易谈判，并对芯片行业展开调查。据财富杂志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与中方重启贸易谈判，议题涵盖关税调整、
TikTok 运营权以及芯片产业安全审查等关键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将在未来60天内完成对现有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的全面评估，同时启动对 TikTok 数据安全和算法透明度的新一轮审查。美方还宣布将对中国在美芯片相关投资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涉及金额超过500亿美元的在美中资半导体企业。此轮谈判重启标志着中美贸易关系进入新阶段。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两国经历了加征关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科技脱钩等多轮博弈。拜登政府期间维持了大部分对华关税，但相对淡化了贸易争端。与第一任期时的极限施压策略不同，特朗普此次似乎更注重交易艺术，在保持强硬立场的同时，寻求务实合作空间。从2020年 TikTok 被迫寻找美国买家，到现在重新审视其运营模式，反映了美方对中国科技公司监管思路的演进。芯片行业作为两国竞争的核心领域，预计将成为此次谈判的重中之重。13. 特朗普政府启动电动飞行出租车试点项目。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宣布启动全国电动飞行出租车 eVTOL 试点项目，计划在洛杉矶、迈阿密、达拉斯等5个主要城市开展商业化测试。联邦航空局 FAA 已批准首批3家公司 Joby Aviation、Archer Aviation 和 EHM 的运营许可，预计2025年下半年开始载客飞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表示，该项目将创造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推动美国在城市空中交通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初期票价预计为每英里3到5美元。电动飞行出租车代表了未来城市交通的重要发展方向。与传统直升机相比， eVTOL 具有噪音小、零排放、运营成本低等优势。美国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 Joby Aviation 早在2009年就开始相关技术研发。然而近年来，中国的 EHM、德国的 Volocopter 等国际竞争对手快速崛起。从2020年 Uber 放弃飞行出租车项目，到如今政府主导的试点重启，美国正试图重新掌握这一新兴产业的主导权。与拜登政府侧重环保效益的政策导向不同，特朗普更强调经济竞争力和就业创造。这一转变有望加速 eVTOL 商业化进程。14. 妊娠期糖尿病影响母亲的认知能力和儿童的神经发育。据医学快报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一项大规模追踪研究显示，妊娠期糖尿病不仅影响母亲的长期认知能力，还会对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造成持续影响。研究团队对12000名孕妇进行了15年跟踪调查，发现患有妊娠期糖尿病的女性在产后5到10年内认知功能下降风险增加 40%， 其子女在学龄期出现注意力缺陷和学习障碍的概率比正常组高出 25%。 研究还发现，血糖控制越差，对母婴神经发育的负面影响越明显。妊娠期糖尿病影响全球约 15% 到20%的孕妇，发病率在过去20年内持续上升。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疾病主要影响胎儿的体重和新生儿血糖水平，产后即可恢复正常。然而最新研究揭示了其对神经系统的长期影响机制。高血糖环境会影响胎儿大脑皮层发育，同时导致母体慢性炎症反应，损害认知相关的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与1990年代仅关注围产期并发症不同，现代医学越来越重视胎儿编程理论及宫内环境对后代终生健康的影响。这一发现将推动妊娠期糖尿病从单纯的产科疾病向神经发育障碍预防的转变。15. 美英签署核协议，加速核电站建设。据金融邮报报道，美国和英国正式签署双边核能合作协议，旨在加速两国新一代核电站建设进程。该协议将建立联合投资基金，总金额达150亿美元，用于支持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SMR 和先进核技术的研发与部署。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与英国商务大臣雷诺兹共同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在两国境内建设总计20座新核电站，其中美国12座，英国8座。协议还包括核燃料供应链合作和核废料处理技术共享条款。
这一协议反映了西方国家对核能的态度转变。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全球核电发展一度陷入低潮，德国等国甚至启动去核化进程。然而，气候变化压力和能源安全考量促使各国重新审视核电价值。英国自2016年新克利角 C 项目启动后，一直寻求减少对中法核技术的依赖。美国则在拜登政府期间重启核能发展战略。2021年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为核能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与传统大型核电站不同 ，SMR 技术具有建设周期短、安全性高、选址灵活等优势，被视为核能复兴的关键。此次美英合作标志着西方核能联盟的正式形成。16.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巴以冲突两国方案。据 CBS 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以153票赞成、9票反对、15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重申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两国方案的支持。决议呼吁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作为两国共同首都，并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建设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决议为重启中东和平进程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美国、以色列及其少数盟友投下反对票，但决议仍获得压倒性通过。两国方案一直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主流国际共识。1993年奥斯陆协议首次确立了这一框架，但此后30年间和平进程屡遭挫折。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和随后的加沙战争使巴以冲突再次升级，造成双方超过4万人死亡。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联大决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支持，包括多个欧盟国家改变立场投赞成票。从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提出分治方案，到2012年巴勒斯坦获得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再到如今的压倒性支持，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的认同度达到历史新高。决议虽无法律约束力，但为未来和平谈判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17. 波兰外交部长暗示俄罗斯用未装载武器的无人机测试北约。据热点新闻报道，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拉夫希科尔斯基在华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正在使用未装载武器的无人机对北约防空系统进行探测性测试。希科尔斯基透露，过去3个月内，波兰雷达系统监测到至少15架来源不明的无人机侵入领空。这些无人机均未携带爆炸装置，但配备了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他认为这是俄方有意为之的情报收集活动，旨在测试北约东翼国家的反应速度和防御能力。波兰已将相关情况通报北约总部，并要求加强东欧地区的防空警戒。这一指控凸显了俄乌冲突对北约东翼安全环境的深刻影响。自2022年2月冲突爆发以来，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北约前线国家频繁报告领空侵犯事件。与冷战时期主要通过间谍卫星和电子侦察机收集情报不同，现代无人机技术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更隐蔽、成本更低的手段。2022年11月，波兰境内发生导弹爆炸事件后，北约显著加强了东翼防空部署。从最初的被动防御到如今的主动侦测，北约正在适应灰色地带冲突的新特点。俄方此类探测活动既可获取军事情报，又能测试西方的政治反应底线，体现了混合战争的典型特征。18. 特朗普将 TikTok 出售与中国联系起来，批评美联储主席。据环球网报道，特朗普总统在最新的社交媒体发言中将 TikTok 强制出售问题与对华贸易政策紧密关联，同时公开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货币政策立场。特朗普表示 ，TikTok 在美运营必须符合美国优先原则，如果中方在贸易谈判中展现更大诚意，可以考虑为 TikTok 提供更灵活的解决方案。他还指责鲍威尔过度关注通胀控制而忽视就业增长，暗示可能在任期内更换美联储领导层。白宫发言人证实 ，TikTok 议题已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TikTok 争议反映了中美科技竞争的复杂性。2020年特朗普首次任期末期 ，TikTok 面临被禁或强制出售的威胁，但最终未能执行。拜登政府期间，虽然维持了对 TikTok 的安全审查，
但采取了相对缓和的监管方式。特朗普重新当选后，再次将 TikTok 作为对华施压工具。与此同时，他对鲍威尔的批评延续了其一贯的货币政策立场，偏好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从2018年贸易战期间频繁批评美联储加息过快，到如今指责降息过慢，特朗普始终试图影响央行独立性。TikTok 与货币政策的关联表明，特朗普正在构建更加综合性的对华战略框架。19. 巴西以政变企图罪判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有罪。据世界报报道，巴西最高法院正式裁定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犯有企图政变罪，判处其8年监禁，并剥夺政治权利至2031年。法院认定博索纳罗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败后，通过煽动军方干预、质疑电子投票系统可靠性等方式，试图推翻选举结果。首席大法官莫拉埃斯在判决书中指出，博索纳罗及其支持者策划了一系列破坏民主制度的活动，包括2023年1月8日冲击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的暴力事件。这一判决意味着博索纳罗无法参加2026年和2030年总统选举。博索纳罗案件被视为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政治的重要转折点。自2018年当选总统以来，博索纳罗以强硬右翼立场和争议性言论著称，被称为巴西特朗普。2022年10月30日总统选举中，他以微弱劣势败给左翼候选人卢拉，但拒绝承认败选并煽动支持者抗议。与美国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相似，巴西也发生了支持者冲击政府机构的暴力事件。从军政府时代1964到1985结束后，巴西民主制度首次面临如此严重的内部挑战。博索纳罗的定罪不仅为巴西政治动荡划下句号，也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民主国家提供了司法应对的重要先例。20. 国家气候风险评估显示，到2050年，数百万澳大利亚人可能失去家园。据《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2024年国家气候风险评估报告警告，到2050年，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迫使超过300万澳大利亚人迁离现有家园。报告指出，海平面上升将威胁沿海城市约150万居民，而日益频繁的山火和洪水将使内陆地区另外150万人面临搬迁风险。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主要城市的部分区域被列为高风险地带。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政府将投入200亿澳元建设气候适应基础设施，包括海堤、防洪设施和火灾预警系统。澳大利亚一直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灾区。2019到2020年的黑色夏天，山火烧毁了1860万公顷土地。2022年东海岸大洪水造成数十亿澳元损失。与此前主要关注减排目标不同，此次评估首次量化了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具体影响。从2009年加内特气候变化评估提出适应性措施概念，到2022年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国家适应战略，再到如今的大规模人口迁移预警，澳大利亚气候政策正从缓解转向适应。报告建议在北部相对安全的地区建设新城镇，为气候难民提供安置选择，这将成为21世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实验。21. 特朗普政府可能再次延长 TikTok 出售期限。据公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第3次延长 TikTok 强制出售期限，将原定于2025年1月19日的最后期限推迟至6月底。白宫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决定与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密切相关。特朗普希望将 TikTok 问题作为更广泛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进行解决。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延期将为相关各方提供更多时间，寻找既保护国家安全又维护用户利益的解决方案。目前 TikTok 在美拥有 1.7 亿用户，年营收超过160亿美元，强制出售涉及的估值约为1000亿美元。TikTok 出售令的反复延期，体现了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复杂性。2020年8月，特朗普首次签署行政令，要求 TikTok 出售美国业务，但因法律挑战和技术难题未能执行。拜登政府上台后暂停了强制出售程序，转而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进行安全审查。
特朗普重新当选后，虽然重启强制出售要求，但态度比首个任期更加务实。从最初的封禁或出售2选1，到现在考虑数据本地化、算法透明等替代方案，美方立场逐渐灵活化。这一变化反映了 TikTok 已深度融入美国数字经济生态，简单的一刀切做法难以实现。22，台湾官员警告中国正在积极备战夺岛。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被询时警告，大陆正在进行积极的军事准备，以实现统一目标。台海军事紧张局势已达到近年来最高点。顾立雄引用情报部门分析指出，解放军在过去12个月内显著增强了2栖作战能力，东部战区军演频率较2023年增加40%以上。他特别提到，大陆新型075型两栖攻击舰和076型电磁弹射两栖攻击舰的部署，大幅提升了跨海作战投送能力。台军方预计2025年将是关键窗口期，台海军事态势的变化引发国际广泛关注。自2022年佩洛西访台引发军事危机以来，两岸军事对峙持续升级，大陆方面多次举行联合利剑等大规模军演，台湾则强化不对称防卫战略，采购美制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与过去主要依靠外交施压不同，当前大陆更多采用军事威慑手段。从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时，解放军缺乏现代化跨海作战能力，到如今具备全面立体攻击能力，军事平衡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2024年中国军力报告也警告，解放军已具备在2027年前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与台湾官员的评估基本一致。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